戈麦斯开场7分钟伤退，莱奥尼首秀 ACL 赛季报销，布拉德利赛季报销，远藤航客串赛季报销，弗林鹏从铁人变成玻璃。利物浦的右中卫和右后卫到底中了什么邪？7000万买来的亚凯肩膀受伤，至今未愈，他会不会成为第二个戈麦斯、马蒂普和科纳特？利物浦的右中卫和右后卫伤病顽疾，真的和范戴克的踢法有关系吗？新教练伊劳拉的战术打法能解决我军的后卫之伤吗？还有不到1个月，英超新赛季就要开打了。随着戈麦斯热身赛第一场7分钟就伤退，现在利物浦新赛季一线队能用的中后卫就只有一个35岁的范戴克了。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分配正在积极运作中后卫的转会引援，1.2亿甚至1.7亿去买一个巴黎的替补边锋。理查德休斯的引援策略看起来和上赛季砸伊萨克威尔斯没什么变化。自打戈麦斯不出意外但又令人意外的伤了之后，我就一直在琢磨，为啥利物浦的后卫这么容易受伤呢？扎叔那会儿就是这样啊，马蒂普、戈麦斯、科纳特，到了斯洛特，科纳特是好了点，但右后卫开始中邪了，布拉德利重伤，在德甲几乎是铁人的弗林鹏来了就伤停停，包括中后卫也一样啊，莱奥尼第一场就大伤，客串的远藤航也大伤，难道利物浦这后卫真的中邪了吗？但为啥范戴克这边就没事呢？所以今天咱们不做第2场季前赛的前瞻了啊，就来探讨一下为啥利物浦的中后卫和右后卫总是受伤，到底和范戴克的踢法，包括2个后腰的踢法有没有关系？伊劳拉来了之后，他的战术体系下能不能改善或者杜绝中后卫总受伤这个顽疾呢？我个人的看法是，肯定和球队的战术打法有关系，特别是扎叔时期的非对称结构打法息息相关。当然啊，范戴克的踢法和2个后腰的位置，这些都脱不了干系。今天在 Scorecard 看到一张截图，过去10个赛季全英超各个位置创造机会最多的球员，利物浦独占4席。罗伯逊和特伦特，当年的阿诺德2翼齐飞，当年扎叔的大开大合踢法观赏性十足，特别是右路阿诺德和萨拉赫这边啊，扎叔当年的踢法是掠过工兵型中场，右后卫直接找到萨拉赫解决问题。罗伯逊马内这边虽然也很强，但显然整个利物浦的进攻核心是在右路，左路的压上助攻没有右边那么激进，也就是所谓的非对称攻防结构。由右后卫经常压上助攻，所以右中卫就必须顶上去补防。马蒂普、戈麦斯、科纳特就是干这事儿的啊，他们要在右边这块区域经常横向、纵向的冲刺、回追、往返跑，腿筋腹股沟很容易受伤。雪上加霜的是，左边的范戴克是金球级后卫，顶级的阅读比赛能力，顶级的控制范围，队长的打法也不太容易受伤，结果导致对手经常把进攻重心绕开范戴克这边，也就是不打我们的左路，主攻右路，这就让本就超大负荷的右路防守压力骤增。其实斯洛特第1年的打法并没有变，还是交给萨拉赫去解决问题。第2年甚至包括麦卡和赫拉芬贝赫都不老实待在中路了啊，左路的范戴克相对来说还是最稳的一环，这就导致了科纳特、布拉德利、弗林鹏这边的防守压力非常大。所以综合以上，进攻体系偏右路，左路范戴克这侧防守更稳，对手主攻我们的右路，中路双后腰对右路防守贡献不大。这4个方面的战术体系加上球员自己踢法的原因啊，造成了我军多年来右中卫和右后卫位置成为了伤病的重灾区。那伊劳拉来了，萨拉赫也走了，伊劳拉的第1个签约是左边锋，是不是意味着我军新赛季的战术重心要发生变化了呢？伊劳拉的战术打法能减少右路的伤病吗？首先我们来看伊劳拉的战术体系。科尔克斯之所以成为24-25赛季的最佳左后卫，和伊劳拉的战术打法密不可分。24-25赛季，伯恩茅斯主场2-1立刻刮翅曼城，左后卫科尔克斯单场2次助攻闪耀全场。那场比赛他的热图可以看到，左路的压上助攻力度相当大。上赛季倒数第2场比赛，伊劳拉主场1-1战平瓜迪奥拉，左后卫特吕费尔也送上了关键助攻。伊劳拉看起来更喜欢用他的左后卫参与进攻，2个赛季里他的主力右后卫亚当史密斯看起来在进攻层面都更保守一些。当然这和球员本身的技术特点也有关系啊。如果新赛季伊劳拉依然采用左边科尔克斯为主攻，右边后卫稳固防线的话，那么结合范戴克在左路防线的优势，以及我军左边锋相对来说还算强势这些因素来看的话，新赛季右路的防守压力或许不会那么大了。当然这也要看右边锋最后买来的是谁啊。如果真的买来了1.7亿的巴尔科拉，再让他去踢右路的话，那情况还是会有些不同的。但至少我个人认为，伊劳拉的进攻重心是有些偏左的，这对缓解新赛季我军右后卫、右中卫的伤病压力很有帮助。而且伊劳拉的防守体系更侧重攻防转换的整体性，由攻转守时全队同步上抢，整条防线是一起移动的，而不是单靠右中卫、右后卫一个人去拼命回追。24-25赛季，伊劳拉只让对手打出19次快速反击射门，这是全英超最少的。
这说明伊劳拉的防守体系不会出现某个防守球员的孤立回追，而这种回追急停、往返冲刺这些，往往是最容易导致肌肉受伤的。同时还有一个利好，那就是伊劳拉的球员时代就是踢右后卫的。他在毕尔巴鄂的500多场比赛都是右后卫，去美职联的职业晚期，甚至还转型踢起了后腰，正好就是咱们下一场季前赛的洋基体育场纽约城俱乐部的主场。可能不少军迷对伊劳拉的这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我简单的过一下。杰拉德结队去美职联踢球的那年，2015年，伊劳拉从毕尔巴鄂竞技自由转会去了大联盟纽约城，跟他一起加盟的还有兰帕德和皮尔洛。虽然名气比不上这些大牌球星，但当时纽约城的体育总监评价伊劳拉说他是一个不带队长袖标的队长，是球队的领袖之一。不过那时候伊劳拉已经33岁了，踢右后卫身体跟不上了，所以第2年纽约城的新教练维埃拉，对就是阿森纳那个瘦腰维埃拉。不过那时候他的身份是曼城城市集团的青训教练，2016年去了纽约城当主教练。就是维埃拉在球队主力后腰伤缺时，让伊劳拉去踢了后腰，可没想到成了那个赛季纽约城的6号位主力，直到他赛季末退役。500多场右后卫的经验，职业生涯末期还能和皮尔洛、维埃拉这样的顶级中场后腰共事，伊劳拉从职业经历上来看，完全有能力解决我军右后卫6号位的防守顽疾。在他任下，伯恩茅斯的右中卫从扎巴尔尼换到詹姆斯希尔，后腰克里斯蒂、刘易斯库克、斯科特的职业生涯都是越踢越好。所以起初我还非常担心咱们的新援雅凯会不会在范戴克身边踢成第2个马蒂普、戈麦斯和科纳特，毕竟队长的踢法是那种留着力收着踢，容易把风险转嫁给身旁队友的踢法。但研究了一下伊劳拉的风格和职业经历现在多少能让我放心一些了。但不可否认的是，伊劳拉的战术风格同样有可能成为短期内的伤病隐患，特别是在体能和负荷管理层面，伊劳拉的体系跑动比其他俱乐部都多，特别是在24-25赛季伊劳拉治下的伯恩茅斯 PPDA 高位逼抢全英超第1，抢断全英超第1，全队的高强度跑动甚至要比扎叔时期要求更高。还记得伊劳拉上任第1年连续9场不胜吗？战术磨合的风险、高强度逼抢带来的体能伤病隐患，这都是让人担心的地方。如果球队阵容深度足够也就算了可以增加轮换，但现在一线队阵容到处都是窟窿，一线队中后卫更是只有范戴克一个健康能用的，这怎么能不让人担心呢？伊劳拉手下也有后卫大伤的时候阿劳霍2年前曾经大伤缺席过142天比赛，亚当史密斯上赛季也因为腿筋受伤缺席数周，但好像中后卫大伤的情况比较少塞内西、扎巴尔尼，还有辱华的那个，还有詹姆斯希尔，这几个中卫的特点貌似都和范戴克、科纳特不太一样，都更偏向技术流、出球型中卫，都不太强调身体对抗而且2个中卫实力一直都比较平均，防守压力貌似不像利物浦的左右差距那么明显，而且2个中卫身前的双后腰职责更加明确，也就是串联和防守，填补中后卫身前的防守空当。早期的克里斯蒂、库克，还有现在的斯科特，都不像麦卡和赫拉芬贝克一样那么积极压上助攻。但要注意的是伊劳拉在伯恩茅斯的3个赛季都没有欧战，38场联赛再加上足总杯和联赛杯，加起来也就是40多场比赛，这和利物浦的50多场起步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综合以上考虑，伊劳拉的新赛季依然面临着中卫的大麻烦，可用人手不足，再加上多线作战和高体能需求，以及不太利好的伤病史，还没来就大伤过的雅凯，以及踢了1场就重伤的莱奥尼，在伊劳拉手下的前景并不容乐观。但如果伊劳拉的战术体系会向左倾斜，他的整体攻防转换逐渐磨合到位，再能把利物浦的双后腰站位明确化，那么新赛季还是有机会改善一下右中卫、右后卫频繁受伤的这个顽疾的。或许理查德·休斯迟迟不买中卫、右后卫，也是和伊劳拉有过深度沟通的结果毕竟他俩有过多年共事的经历，伊劳拉也不可能没对利物浦的防线做过深入的分析。或许在他看来新赛季在右路引援尚不明确的前提下，把利物浦的进攻重心放在科尔克茨、范戴克、索博这侧，也就是左侧就可以一定程度上缓解右路的伤病顽疾。新赛季我们的左边锋，不管是穆尼奥斯、加格博、恩古莫哈还是巴尔科拉，那意味着左路一定会是伊劳拉改革利物浦战术的重点。不知道我这一通瞎分析各位军迷认不认可总之我是非常担心咱们新赛季右中卫和右后卫这2个位置的，如果迟迟不买人，那就只能靠伊劳拉自己解决了。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也都欢迎一起交流。范戴克和加博都已经归队训练了不过他俩是直接回安菲尔德了。阿里松还在休假的原因我也知道了，说是因为一线队门将都在美国这边，U21也都去了斯洛文尼亚集训了让阿里松现在回去他啥也练不了，索性就等一线队都回去后再让他归队了。跟雷克瑟姆的比赛是明天凌晨7点半，还不知道迷谷会不会转播虽然维尔茨、伊萨克和阿芬贝赫都就位了，但估计也不会马上首发，雅凯也不会上，
阵容应该就是和上一场打桑德兰差不多，主要还是看看一些新人青训的状态，再就是看看伊劳拉的战术风格。赛后点评到时候看看再说吧，没啥新鲜的也可能就不做了。